哦，现在是全部断网吗？没断网，但是这个网速不好啊。网速不好。现在连不了无线的，网速特别差。我看一下吧。既然说网速不好，那就接上路由，看一下网速有多不好。这里我用测速软件试了下，能跑700多兆。按理说网络应该不会卡到哪里去，那问题应该不在路由器身上，所以我得搞清楚当前的线路有没有存在问题。这个弯口是接光猫的，这条接到这个交换机上的，但是交换机没什么数据，数据波动比较大的这个反而是接到这个交换机有点像监控交换机啊。这个是监控交换器吧？我得看。那昨天我把它写拔了重插以后，这个监控还是看不了啊。监控也看不了。对，也看不了。我现在看一下。监控也看不了。嗯。昨天不是让我把它线拔了重新插吗？导个监控都没有，你看都没有。6个吧，看6个，现在一个换那个看不了。我现在交换机的网线全部拔了重新插过来。监控都看不了。看了一圈，我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知道路由器的网络它是正常的，所以我现在要用电脑接上交换机，看那交换机的网速正不正常。网络一进来，接到这交换机就没网了。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电脑接到交换机上，网速就测不出来了。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我给大伙看下交换机的灯，没网速的情况下，它的灯还闪得这么厉害，那基本可以判断它存在环路了。要想解决这种故障也很简单，我们在本地链接里面拿到路由器的 IP 地址，然后 Windows 加 R 键启用运行对话框，在对话框里面输入 CMD，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拼路由器了。通常环路状态下拼路由器都会超时的，所以我们根据这特性去拔交换机的网线，一旦拔对了，那么拼它就会拼通。我看到22灯闪得特别快，所以就尝试先拔它，看它拼的反应。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拔了以后路由器就可以拼通了。现在我再测下网速，网速也是能测出来了。看来就是这条线影响了整个网络。要找这线令头也很简单，我们接上主运营，然后随便找个 NPC 给你带路。我这边就检查出这条线有问题嘛。安全什么？它上面写着安全部1，安全部门1，得去那边看一下才知道。要说不是被老鼠咬了吗？那边？现在检测就是你们这边切的网线有问题。我们这个线有问题啊。啊，这里看到了。现在这条就是你们这边网线错一下。应该就你们这边。在这里。看到了。是我们这个线有问题吗？对，你们这边不能随意接这个线，你接了就。你这线爆闪了厉害。我拔一下。随接，就是过完年回来是这样，就啥样的呀？等一下我拔一下。对了，你问题就在这里，一接上去，2个爆闪，那就是这里有人接了。你是哪个位置啊？我看一下，下次这条线被人家接上去了，这是同一条线，这2个同一条线。这样的话接的话短路了。这个线不能接是吧？这种线不能接。小蜜这边之前有一台电脑，某种原因就给搬走了。后面有人看到地上有条网线，就好心的把它接了回去，这样就导致整个网络巨卡无比。原为拔了环路的网线，一切就都解决了。但他们说2楼还有几个房间没有通网，所以我就上去看了看。我看到 IP 是160开头的，我就知道这种属于线路故障了。线的问题。啊，你有线吗？我给大伙看一下，目前这个灯是亮的，但是过了一会儿它就不亮了。你这线就灭了，所以电脑没有获取到任何的 IP 地址，那还是线出了问题。我这边就给它换条新的跳线试了下，试下吧。先试，没用就用吧。拔了，接上去。你现在只能用 WiFi 对吧？看见无网络连接，你这个不光线有问题，是我电脑有问题吗？
就连交换机主线也有问题。哦，那就不是这根线的问题。你这根线也有问题。你这条是主线了，你这主线不亮。你这线都没反应，寻域对线没有任何反应，十有八九是哪一段了。这里找线的过程我就跳过了，我是最终在1楼找到了它断点的位置。网线断成这样也不太好接，正准备重新布线的时候，我发现对面的电脑居然可以正常上网，索性我就把这网线穿过去，拿它来当主线。这条，哎对，扯一下，对，再扯，好了，可以了，就这样。我把网线牵了过来，接到交换机上，这交换机所有的电脑网络就基本都恢复了。啊，可以了，你们网络都恢复了吧？可以了，看到这里，看到你这里，我这边已经可以。你这里还没恢复。嗯，你插线了没？插了，这就是。我看着。嗯。网络还是。等会我再插给你。以太网。大伙有没有看到，电脑是能获取到 IP 地址的，但速率只有10兆。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网线出了问题。我给你重新打这条线去。可以。你这线有问题。我用寻鱼找到了这条线，但对线的时候我以为会断芯，但没想到的是1到8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再接上去试一下，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换头了。应该是头接触不良。嗯。还是不行。它刚刚显示 HPDC 吧，好像是。DHCP。虽说对线没有问题，但电脑接上去还是上不了网，所以这线还是存在问题。后面我把水晶头给换了，电脑网络才恢复了过来，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但另一个房间的景象更是夸张，里面大概有10台电脑，都是靠连接 WiFi 来办公的。他们一直反馈 WiFi 信号特别的差。我来到走廊才发现，2楼全部的 WiFi 居然都没有通电，这也难怪信号这么差了。我把 AP 给拆了，接上学运仪，最终在机房找到了这条线。但是让我纳闷的是，这交换机的电源去哪了？期间我四处寻找，也看了每个电源，发现都不是。当时我还以为交换机的电源被人家拿走了，但找到后面才发现电源掉到机柜后面了。我把电源接了上去，2楼全部的 WiFi 这才恢复了过来。其实这边的故障远远不仅于此，再讲下去的话视频就太长了，反正我自己没弄明白这种网络条件下我过来之前他们是怎么办公的。这是一个新的网络故障案例，不管是谁的手机，只要连接上这个 JJ-2.4G 名称的 WiFi， 你就会发现它怎么都连不上，手机一直出现多次尝试连接，好不容易连接上了，它的信号就马上掉成这样了，到几乎没有信号的地步。可是我人明明就在这个 WiFi 面前呢，距离半米都不到，你说这是怪不怪？经过多次尝试，终于勉强连接上了 WiFi。我马上查看了下 IP 地址，通过对比，确实是这个网关分配的地址。等我返回去的时候，发现 WiFi 信号又突然满格了，但是右上角已经显示我手机的 WiFi 已经断开了。这是什么故障？好不容易连接上了，信号就弱了出奇，信号满格的时候又偏偏不给你连了。有意思的是，如果连接 5G 频率的 WiFi 的话，能秒连上不说，无论是刷视频还是上网，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人家客户就是要这个 2.4G 的 WiFi， 因为他要在1楼门口装个监控，监控只能支持 2.4G 的 WiFi， 偏偏在 2.4G 出现这种诡异的故障。在我之前已经来了好几个工程师了，18般武艺都试了个遍，依然解决不了，所以都灰溜溜的跑回去了。他们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次的脸算是丢大了。然后他们让我过来看一下能不能发现故障所在。我过来无论是手机还是电脑遭遇都和他们一样， 2.4G 死活都连不上， 5G 的话就可以马上连上正常使用，所以这里我就不多赘述了。这时候我只能去做电源看看什么情况了。这个设备是 AC 加 PoE 一体路由器，上面8条蓝色线应该是代表每个房间的，至于路由器2条黄色线，一条是接在 IPTV 上，另一条是接到千兆口上的。这线接的是没什么问题，那就进路由器后台看下参数如何吧。进来了后台，结果发现只有3个 AP 在线，然后我在 WiFi 里面发现有3个 WiFi 名称。我这里给大伙解释一下， AP 是可以同时发射多个 WiFi 名称出来的，我可以在这正面修改 WiFi 的名称或者密码，甚至也可以让指定的 WiFi 名称选择它的发射频率，
比如之前的师傅把这个名称为 JJ-2.4G 的 WiFi 名称应用到了 2.4G 频率，那么这个 WiFi 就是 2.4G 频率的。他又把这个 JJ-25G 的名称应用到了 5G 频率，那么它就 5G 频率的 WiFi。则这个 JJ 的名称是2个频段都用上了，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双频合一。所以手机上面显示3个不同名称的 WiFi， 其实都是一个设备发出了信号罢了。虽说这个双频合一的 WiFi 手机能随便连接，但是监控偏偏还是连接不上它。我看了下后台设置这一块，确实没有任何问题的，我只能去 AP 那边看看什么情况了。目前整个1楼只有这一个 AP， 这里大伙记得这个细节。我对比了它 MAC 地址，发现它后台运行是正常的，我只能去2楼看看其他的 AP 什么情况了。我来到了2楼，却发现 WiFi 信号全部都弱得很，但是我明明在 AP 面前呢，我以为这个 AP 不通电，我摸了下 AP 是有温度的，这代表它通电的。我再看了下2楼其他 AP 的时候，却发现原本还有微弱的信号，后面干脆直接更找不到信号了。我检查下2楼3个 AP 都是正常通电运行的，既然通电运行，怎么连个 WiFi 信号都没有了？这2楼肯定有古怪。先不管这个了，我再去到3楼看看什么情况再说。我上到了3楼，发现信号突然就满格了，这事就怪了。后台只显示3个 AP， 但是我一路上来数，足足有8个 AP， 那数量肯定不对了。我以为他们打了水龙头有问题，所以 AC 没管控到，于是我就全部拔了，挨个检查了一下，发现水龙头打的也是对的，于是我又把它接了回去，然后再去那些 AP 那边看看什么情况了。我随便找了个 AP 插上网线，发现电脑是可以上网的，但是我查了下后台地址，却发现地址不对了，这个不是 AC 的地址。于是我进入了后台看了一下，才发现2楼的这些 AP 被设置成了胖模式了。AP 如果设置成胖模式的话，是不会被楼下的 AC 管控到的，所以就算它运行正常，但是也不会执行 AC 下发的命令。我看了一下，他自己创建的 WiFi 名称是6个8，难怪信号会弱得很。原来上2楼要连接6个8的 WiFi 才行。之前为什么要这样设置？我问了下客户，客户也说不清楚。于是我打电话问了下他们，结果一个比一个会踢皮球。算了，我已经知道有5个 AP 不受这个 AC 控制了，既然能正常使用，那就不管这些了。但是又回到了起点，1楼的 2.4G WiFi 依旧连不上。我这时候打算搞清楚，通过 AC 发信号的那3个 AP 位置在哪里，看看能不能在这方面上找到突破点。我在后台找到了3个受控制的 AP MAC 地址，通过上面的 MAC 对比，发现受 AC 管控的 AP 位置分别在地下室1个、1楼1个和3楼1个。原来2楼所有的 AP 是不受管控的，这就解释了我上2楼为什么一下子信号就弱了，上到3楼信号又给恢复了。我于是又回到了1楼，再次尝试 2.4G WiFi 能不能连接得上。没想到这次不但连接不上了，甚至还出现拒绝接入的情况。于是我只能再次进入后台，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我找了一圈，直到我在 2.4G 的频宽上发现有人把它改成了40赫兹，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呢？有些情况下频宽太高了会导致有些设备连接不上，于是我把它改成自动试了一下，遗憾的是就算改成自动依旧连接不上。后面我就把它改成了20赫兹，却发现可以连接得上了。虽说满格信号了，但是我刷视频起来却是卡得很，后面干脆又弹出来不可上网了，但是视频是可以播放的，这是什么原理？直到后面我才发现是我手机数据没关，我把数据关掉后才发现这 WiFi 依旧不可用，而且过了一会儿它信号又马上做成这样了，这事就真的怪了。你要说这个 AP 坏了，但是我连接它的 5G 频率是可以正常上网的，就是这个 2.4G 无论用什么办法连接上它都无法正常使用。后面我是靠地下室的电视才找到故障原因所在，其实我已经在视频很多地方留下细节了，大伙不妨猜一下原因，结果我会在下一期公布。好了，下一期见。